踩完。10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B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哇，距离我上次拍 Nissan Almera 呢，已经大概有1年。 应该有1年吧，然后那个车是一个原装车，也是一个非常新的车哈。那今天呢，终于有机会来一辆 Almera 改装过的。如果我没忘记的话呢 ，Almera 总共有3个 spec， 有 VL、VLT 还有 VLP。在我这里呢，就是一个中间的等级的。这期视频非常感谢车主借我这辆车，但是他有一点害羞，他不愿意上镜。没关系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位车主他到底改了什么。Let's go。 车主在我隔壁啊，叫阿佳。你这辆车是什么时候买的、啊？去年8月拿到车，1年了咯，差不多1年。哦，那你对这辆车改了什么？我看到这些 body kit 漂亮哈，那 body kit 就不讲了啦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轮圈，原装是16寸对吗？现在改了一个17寸，215/45R17寸 Razor 的 rim， 然后就换了一个 Nismo 的 cap。所以你这辆车是有一个 Nismo 的概念是吧？配搭的轮胎是 Michelin PS5 啦。那你避震有改过吗？没有，大概是3根手指的高度。前面也是一样啦 ，PS5 215/45R17。 原装卡钳哦，我喷了黄色 Nismo， 然后 brake pad 那些有换不同的吗？还是原装？那你对那个引擎有做出什么改装吗 ？ECU Power Box 这个 ECU Power Box 可以讲解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？减 Turbo Lag 哦，还有加 Horsepower， 油门反应也会增加是吧？啊，对。开一下引擎盖。 哦，这个就是 Power Box 啊，会有增加马力啦。车里面也可以选择有3种模式，都有不同的 Power。所以你现在是开着模式3，加挂了3。这副引擎大号为 SR10 DET 的引擎，是一具1.0公升涡轮增压3缸引擎，原装马力有100 PS， 还有152牛顿米的。所以现在提升多少我们不知道。配搭这一副 Xtronic 的 CVT 无段变速箱，然后它会有那种换挡的感觉的，这样像加 AT 这样。我们今天会把它开上云顶啊，我会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，看一下跟之前原装有什么不一样。对于这辆车的那个 walk around 的话，我也不做太多。你们想看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是0到100测试，还有上云顶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Sport 开，完全 break 到完，踩完。100，它的那个前段还是有点 lag。 踩要等一下啊，它才会上来。哦，哇，换了这个 rim 之后，感觉到不一样哈。它是 body roll 还是有一点，只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胎压比较抓地。你的这辆也是有那个8是 Super Circuit 的。我装4支罢了，就是基本 Stage 1有咯。踩完 ，lag 了一点，过后 double 一来。 准备上山吧。车主的平均油耗是1 L 9.5 km 啊，黄金右脚啊。Hill Hold Assist。我们直接上 Sport Mode 了吧？这个洞这辆车呢，我在1年前驾过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对它的这个评语啊是蛮好的，因为你不能把它拿旧的 Almera 来比嘛，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。当你驾起来的时候哦，你感觉到这辆车的，怎么隔音好了这么多，怎么它的稳定性好了这样多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 steering feedback 啊，虽然它是比较偏轻一点啊这个方向盘，但是在于过弯的时候它的灵敏度啊，真的是有大大的提升啊。然后只是一个小缺点啊，就是它的。 前面车厢会安静，但是后车厢会吵来一点，尤其是这个换上了17寸啊，又是 PS5 后面的话我觉得会比较难受一点点，可能要做一点小隔音改善。然后就是 AB 乐这边的话呢，如果你跑到190啊还是180的时候，那个风声会比较明显的一点哈。Overall 的话，你看那个动力的话是 OK 的，1.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哈，原装的马力为100 PS， 还有152牛顿米。 怎么说都比这个是Ativa 高一点的这个扭力哈，所以它驾起来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啦，这是我个人认为，我觉得比Almera好驾很多，尤其是车身稳定哈。好啦，这辆车刚刚也讲过拉了8啦哈，这个 Super Circuit 的
可以讲 Stage One 还是 Stage Two 啊？那个是不是可以 Stage One， ？Stage One 来的啦。你看我有 Turbo 哎，轻轻松松跟着 Subaru XV 的后面。OK， 我要超车了。我可以在坡道超它嘞。我的 BS5 真的是摇地 OK。也是 OK 这样。OK， 很好很好。我其实要这样你吗？啊，没有啦。如果他不吃进来，我是 OK 的。问题是哦，现在是平常日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多车，然后他们这个时间不用做工嘞。上开过。哇，这个胎儿换了之后又安静又吃地哦。它原装给的是 UC6是吗？你那个对。UC6会吵一点啊，然后不好用。我觉得 OK， 咬地是 OK， 只是说它比你这个吵。handling 很差。啊，是啊。不好玩真的。上完80好了。完全没有压力，有没有？我有用过 MC6。MC6 你也用过？一个 F1 也用过。潮咯，那个 MC6。还好啦 ，MC6 就不错，下雨很恐怖啊。对呀，个人啊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很顺有没有？很顺。这个 L 的话，它一直拉高转哦。是哦，它一直拉着高转。会有那种换挡的感觉，这个它叫什么 D Logic 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这个，我感觉还好，但是它很安静啊。新地来讲啊。啊，对，它是蛮安静的，所以很少可以听到那个。眼睛也是安静。它前面的隔音做的不错。啊，这个 Power Box 这样装上去呢，我的油门就不需要踩得太深了。轻轻垫一点的话，它的这个转速也是提高了。其实对于车手来说，或者是不管是 F1 的车手还是怎么样，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注重，除了把握之外啦啊，都是比较注重这个 response 啊 ，response 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 response 一踩下去，它就有了，比较快一点。那天土崩是这边吗？我没有上来耶。他应该会有过的啦。啊，对哦，那天土崩是这边啊，对了。第一个 round 我报那边。7块清理啊。应该不会有换牙的感觉。你牛不？下山的时候用 L 会好一点，要不然它的这个转速一直在跌。拉了8加了这个 PS5， 果然是好过原装哈。那时候原装在这边的话，我驾到有一点晕哈，也软过头。这个悬吊还是软的，现在只是说它拉了8，车身会没有这样大的车倾咯，比较少了一点。我感觉这个 CVT 真的很顺诶，我上山了。力有，然后它的力就接着上啊，但是还不会吵啊，又不会很吵，然后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那个顺畅，然后又给到点动力，因为有些 CVT 是给你加到我没有力啊，然后它死命那边叫这 CVT 一直叫，啊，然后就这样哦，然后这个感觉 OK 哦，有 turbo， 果然就是不一样啊。
又是这辆 StarX， 刚刚在卡拉那边做联合哥，在那边在没有做，在这边又遇到他，哎呦！我刚刚在卡拉那边啊，割了他的哦，来这边又见到他，啊就看 bro， 不用 break 到这样的 bro， 这里是大路来的，前面是直的，柴油吧，柴。你看，终于进去了。Thank you, bro。哦，X7是柴油，呵呵，有德步的车就是像我这样，刚刚轻轻点一点油，然后它的这个力就上了哈。哇，加速真的快了。看，比起原装提升了大概有一个28%呢。我还是觉得你的打压很安静哎。会咩？哦，安静哦。觉得很吵啦。可能我坐在前面啊，后面应该会吵啊。可能你用过更吵哦。可能是车的隔音差一点。没有啦，可能是 Bristol 呢。突然之间。还有那个 R1004哦。哦，R1004。啊，用到58%过后就。TR1 也是很吵。很够力，很够力，很够力。看，全部挡着那条路都很奇怪的哦，弄到人家要左手边割。Bro, tekan minyak bro, please. Bro, tengok orang memotong dari kribo. Ah, thank you bro. Bawa kereta macam hege-hege saja. 其实三角到半山呢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事啦，所以最艰难的就是半山到顶的时候哈最艰难也是最考验车的动力哈。这也不用停了，去吧了，去吧了，去吧了。我觉得 L 比较好上嘞，因为它一直 keep 着那个转速啊。你看4000转。其实很多人会问哦 ，CVT 这样子啊，会不会弄坏啊？你用 L 上山啊？其实我觉得不会啦，因为它有一个叫 TCU Transmission Control Unit 啊，所以如果它到了里面，它自己会升档，它自己会换 ratio 的，所以不用怕。就好像我们欧豆牙也是一样的啊，你看那个 response 快更多，这个 L。它只是少了那种换挡的感觉啦，但是就问题是它会 keep 着那个转速咯，感觉低会快一点，低比较爽一点啊，比较爽一点。就是问题是它会不会把我一直 keep 着那个高转不了咯。哇！喜欢这种又不会跳舒服哦，但是过弯又可以的车啊，贵了。来，我们遇到旧的阿米拉了，嗨，也是。你看过这种减速带，咚咚咚咚咚，哈哈 ，OK 哦，呵呵，舒服哦。Thank you， 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好，最艰难的时刻就来了哈，就是半山到顶，哎，这里没有泵了，我忘记了啊，它已经 cancel 掉了啊。下就很多泵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也不需要泵啦。都没有，都已经这样难的路了，还在放泵那些。那人家还要重新。人家都要够了。
这一代的阿米拉的避震器给让你感觉到很 solid， 不会好像松松散散像上一代那种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很好过弯的，为什么？没办法了哈，时间有限。现在都12点多了哦。12点多了。Thank you。1.0公升涡轮增压3缸罢了哦，看到吧？2.5哪里有得来？MPV。巴士拿来 ，OK。这种越大辆的车嘞，拿的 line 是要越多的啦。你讲你的车会很吃油啊，但是我看到它的油没有跌这样多哦。对我来讲，我的应该是最吃油了。你打满多少钱哦？一缸油？70左右哦。70块左右啦。打到单枪啊，高送啊。然后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呢？给你这样子踩的话，250、280哦。啊，对于我来讲啊。黄金右脚哈。啊。每个人不一样啊。那你买到这辆车到来啦，你有遇过任何的问题这样子吗？这样子要 claim warranty 那些吗？铆钉了哦。engine 铆钉。啊，对 ，claim 就是 claim 过铆钉了，但是只是铆钉了啦，它换了铆钉就很美了。因为会抖是吧？对，通病啦。放 N 也是会抖哦。啊，对你踩油不会抖。一定要踩油咯。OK。它是响啊。它是怠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踩油的时候就会，还会响哈，这么严重啊？啊，对，好像那种惨叫这样哦。但是你换了就只是那个问题了啦，就是可能以后我们要换，可能2年换一粒铆钉，也是讲这500-600块的事情哦。Alright。哇，你的铆钉是大概多久就 claim 了啊？我没有，可能我那个一拿车已经是有问题了。哦。啊，对。说我换了这个新的，就1个月多没有问题了，没了。啊，来到这个半山之后，就有一点点吃力啊，没有像刚刚这样暴力哦，哈哈。但是我们过弯还是可以烧得过，因为我们是 PS5 tire， 烧不了。只要你的过弯 keep 着 momentum 的话，你的车就不是很吃力了的哈。巴士很厉害的哦，厉害，真的是。他们拿来一流啊，习惯了他们。这 PS5 真的是啊，不会教的哦，要真的很够力的时候啊，他才会跟你教回一点点。等他叫的时候，那个车都已经不行了啊，已经是很够力推头那种了。1分钱1分货。是。每次我推下去 L 之后再上回 D 哦，那个 Sport Mode 会自动解除了咯。对，没有，它那个 Sport Mode 啊，还又回来了。啊，我按了。只要你用 L， 你再回去 D 的话，它就没有了。我们放 D N 啊，它也是自动会 cancel 的。对。我已经是地板油了，地板油。你？喂，我左边又有车，右边又有车，啊，吃我的线！哇，吃鸡哦，刚刚那个不用看镜子了。吃鸡哦，刚刚。左边一辆，右边一辆。是我已经右边有一辆车了嘛，我跟着我的线走了。你有踩油哦。结果他在我左边就刺过来，我就怕了哦。赶快换了，还不换啊？
换就警察局1的油，做革命啊！那这种1.0公升，在这种斜坡是最简单的，但是我们有 turbo， 至少它还可以提速。哇，那天我可以走跑60-70。它的扭力哦，没有错的话是在2400转到4000转左右，才有产生的最大扭矩的哈。所以看啊，转速过了4000好像还 OK 罢了，没有讲太过暴力了的哈。最有力是在4000转以下。OK， 很快的，你看我们已经到山顶了哈。那你问我这个 Power Box 啊有什么不一样呢 ？OK， 除了第一个油门，因为它包括油门的嘛，所以油门的话呢，就是不用踩的这么深呢，它已经是反应来的比较快了的哈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它跟沥水的提升虽然没有讲太过暴力，因为毕竟还是1.0公升哈，它会有提升一个10到20%左右的这个动力啦。OK， 所以overall。的确会比原装好驾很多的，在于它的操控上面，你看从一个16寸换为17寸，而且胎叶的宽度的话也增加了，又是 PS5， 所以我过弯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直接踩得过就可以了啊。它隔音真的是好哦 ，CVT 声音就少咯。说法我是听到胎噪咯，这个 L 下山的时候拉高转的确好用。距离上一次我接触这辆车呢，大概也是1年前啊，那个是一个原装车，所以我对它的印象有一点少许的模糊了。但是我记得它的过弯表现是不错的，它是蛮稳定，只是说它的 body roll 的状况比较多。这个有加了8之后呢，就少了一点。它的悬吊比较软啊，那时候我下山的时候，我记得Almera给我有一点点头晕了，因为悬吊太软了，所以这辆车还好一点点，因为 body roll 也比较多，还是偏软的。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硬一点点的。你跑到最快的时速，这辆车是多少？200样子，200左右。我个人认为它的动力呢是肯定是比Diva强，驾起来也是比Diva好驾，真的，因为它这个 CVT 的关系。虽然是结构的这个变速箱啊，很多人对它没有什么信心啦，但是它的换挡逻辑加上它的动力 match 到很 perfect，Diva 就有一点少许的怪怪的感觉。Diva 便宜了 ，spec 很美。到了这边有 reverse camera，full spec 有360度 camera。非常感谢阿江，虽然他有点害羞不要露脸，但是让我们观众见识到改装过后的这个Almera。好，那我就让这辆车cool down一下。这个 PS5 换上去果然有灵魂了，加上拉了这个 Super Circuit Bar 的话，整辆车好驾了一点。这辆车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complaint， 因为它9万多块，虽然是跟 Vios RCT 的价钱差不多，但是我很喜欢它的前脸，有标配这 AEB 自动刹车系统。前脸的话 GTR 的影子哈，这个 rim 也是很好看的，有一点像这个 Toyota Vios 的 GR Sport Mesh 这辆车哈。缺点是这辆车还是原装悬吊，所以会偏软一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降低车身，换一个脚牙避震啊，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过弯表现会更加的好。还有第二个缺点，因为它的是 CVT 没有错，但是它的 CVT 呢就不能让你控制加减，个人认为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如果可以让我控制加减的话呢，这样子我过弯的时候我可以保持的那个转速。好吧，那这一次的Almera小改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试驾再见 ，Goodbye。